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国家。墨西哥国名来源于古代墨西卡印第安人，该词意为墨西卡人的国家。考古发现，约21000年前，墨西哥高原谷地就有人类居住。最早的墨西哥原住民通过白令海峡的路桥从亚洲移居到美洲。第一批在墨西哥定居的人们遇到的气候比现在温和得多。当时墨西哥谷地除了包含几个大型谷湖外，还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到约公元前12世纪初，奥尔梅克印第安人创造出了美洲最早的文明。由于生活的地区土壤肥沃，雨量极其充沛，奥尔梅克人已开始放弃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农业社会阶段。中美洲圣洛伦索高地是早期奥尔梅克文明的中心，在繁盛了大约300年后，该文明于公元前900年左右毁于暴力。其后，奥尔梅克文明的中心迁移到靠近墨西哥湾的拉文塔。拉文塔的奥尔梅克文明持续到公元前400年后走向了消亡。在奥尔梅克文明灭亡后，大约在墨西哥的中部出现了特奥蒂瓦坎文明。特奥蒂瓦坎人在公元1世纪左右建造了一个人口约为5万的城市，整个城市与文明的发展在600年时达到高峰。当时特奥蒂瓦坎的人口可能在10万到20万人之间。特奥蒂瓦坎文明在公元650年后因为内部叛乱和气候变化而没落。该文明衰落后，墨西哥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城邦。从1400年到1521年，阿兹特克人以特诺奇蒂特兰城为基地，建立了一个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帝国，其版图遍布墨西哥中部。到1519年，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及现代墨西哥城的所在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人口估计在20万至30万之间。就在同一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入侵了墨西哥。西班牙人抵达后6个月内，墨西哥谷1/3的土著因缺乏免疫力而死于外来疾病。到1521年，在西班牙的炮火攻击下，阿兹特克首都遭遇沦陷。由于高强度劳动以及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外来疾病的影响，印第安人口直到18世纪末才恢复到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水平。1535年，西班牙王室成立新西班牙总督区，墨西哥城为其统治中心。由于印第安人口的减少，西班牙人进口了大约20万非洲奴隶。为了便于管理，西班牙殖民者将墨西哥社会分为4个阶层。最强大的群体是西班牙人，他们在殖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第2个群体是在墨西哥出生的西班牙裔，该群体被称为克里奥尔人。即使是最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在墨西哥政府中也几乎没有发言权。第3个群体是西班牙人与土著的后裔，他们被称为梅斯蒂索人。梅斯蒂索人地位较低，被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看不起。最贫穷、最边缘化的群体是土著人。当时，墨西哥贡献了西班牙1半以上的税收。为了免遭英国、法国、荷兰海盗的袭击，西班牙只允许墨西哥2个港口对外开放。在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王室将土地连同印第安人居民赐给征服者，实行委托监护制。到1720年，委托监护制被大庄园制取代。当时，天主教会不仅控制殖民地人民的思想，还是最大的地主。到18世纪末，新西班牙总督区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1半，墨西哥城出现了棉织、呢绒、皮革等手工工厂。此时，土生白人知识分子不再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虽然他们与混血和印第安人经常意见不一，但他们都对伊比利亚出生的西班牙人垄断政治权力感到不满。1808年，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后，他试图扶植弟弟约瑟夫为西班牙新任国王。长期致力于改革殖民制度的牧师科斯蒂利亚在指责西班牙统治阶级试图承认约瑟夫·波拿巴后，宣誓效忠被囚禁的斐迪南七世，这引发了1810年墨西哥独立战争的爆发。由于起义获得了墨西哥底层人民的支持，到了当年的10月下旬，起义军规模已经壮大至10万。在取得短暂胜利后，起义军很快遭遇了西班牙在墨西哥主力军队的进攻。双方在卡尔德隆桥地区展开了会战，由于装备落后且缺乏军事训练，起义军最终战败。在这之后，伊达尔戈等起义军首领因为叛徒的出卖而全部被西班牙殖民者杀害。为了挫败起义军的士气，起义军首领们的头颅被悬挂了10年。
伊达尔戈的死导致起义军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12年。接替伊达尔戈地位的是莫雷洛斯。莫雷洛斯出生于社会底层，从小便痛恨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人民的压迫。由于莫洛雷斯重视士兵的军事训练，所以在他当上起义军领导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便控制了墨西哥南部部分地区。1812年2月，起义军进至夸乌特拉地域，对首都墨西哥城构成直接威胁。此时，刚刚镇压过北方起义的西班牙将军卡耶哈率领殖民军主力转向南方作战。2月9日，西班牙殖民军展开了攻城战，在围城72天后，由于城内弹尽粮绝、瘟疫流行，莫雷洛斯于5月2日凌晨率领全城军民成功实现了突围。这一举动轰动了世界。拿破仑对此发出感叹说：“我要是有5个莫雷洛斯，就可以征服全球。”在夸乌特拉城突围成功后，莫洛雷斯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并且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底层民众。莫洛雷斯的政治主张使西班牙当局感到恐慌，他们连忙抽调2支主力部队，在卡耶哈地区对莫洛雷斯进行了夹击。1813年9月，在莫洛雷斯领导下，起义军夺取了阿卡普尔科，这使南方的大片解放地区连成一片。9月13日，在齐尔潘辛戈召开了有全国各主要省份代表参加的议会，选举莫雷洛斯为起义军最高统帅和独立政府首脑，他自己则自称是民族的公仆。1813年12月底，起义军到达巴利阿多利德城外，由于莫雷洛斯身患重病，不能亲自指挥，起义军不久因遭到西班牙援军偷袭而受重创。齐尔潘辛戈议会某些成员要求他辞职。莫雷洛斯当即表示服从。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指挥，南方已获得解放的地区逐步被殖民军攻陷。1815年9月，齐尔潘辛戈议会决定迁到特华坎，并指定莫雷洛斯担任保卫。11月5日，议会代表行至特斯马拉卡一带时，遭到西班牙殖民军的袭击。莫雷洛斯率卫队进行掩护，不幸被敌人俘获。22日，他惨遭杀害。其中，伊图尔维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西班牙皇家军队的一名军官，伊图尔维德的命运在胜利后发生了逆转，一系列腐败的指控随后浮出水面。伊图尔维德还因洗劫私人财产和对待平民粗暴方式受到批评。1816年，总督以腐败和残忍为由，解除了伊图尔维德的指挥权。出于需要镇压墨西哥城西南由维森特·格雷罗领导的残余起义运动的需求，1820年11月，总督阿波达卡恢复了伊图尔维德的军事指挥权。然而，伊图尔维德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被解职的耻辱。1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伊图尔维德曾试图履行其消灭格雷罗的职责，但遭遇了失败，因此才与叛军结盟。2006年发现的信件证实，在伊图尔维德出发寻找格雷罗之前，2人就已经存在通信联系。当时，由于西班牙恢复了君主立宪制，这使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伊图尔维德坚信墨西哥独立是保护该国免受共和潮流影响的唯一途径。1821年2月24日，他在伊瓜拉城公布了独立纲领，即伊瓜拉计划。该计划是一份相当模糊的文件，寻求将新西班牙的权力中心从马德里转移到墨西哥城。为了吸引参与该计划的不同党派，伊图尔维德提出与起义军联合，促进国内一切阶层团结，与尊天主教为国教为核心的3项主张。通过这个方式，伊图维德为获得最强大派系的支持铺平了道路。1821年9月27日，也就是伊图尔维德生日那天，伊图尔维德率领保皇军进入墨西哥城。第2天，墨西哥宣布为独立帝国。为了将墨西哥帝国与阿兹特克帝国联系起来，伊图尔维德用墨西哥城的旧特诺奇蒂特兰象征取代了西班牙的墨西哥国徽。墨西哥沿用的国旗3色，最初就代表着伊瓜拉计划的3项保证，即自由、宗教和联盟。墨西哥独立后，西班牙殖民者将大量财富带回到了西班牙，新成立的墨西哥因此濒临破产。伊图尔维德向欧洲王室提供1名王子作为新成立的墨西哥的国家元首，但没有欧洲王室愿意这样做。于是他的亲信们说服他效仿拿破仑，自称皇帝。
与此同时，西班牙议会拒绝了授予墨西哥独立的科尔多瓦条约。时任美国总统门罗派出的代表布因塞特认为，墨西哥帝国不可能长久。布因塞特之后，代表美国向伊图尔维德政府提出，希望获得墨西哥北部领土，这遭到伊图尔维德的断然拒绝。尽管伊图尔维德获得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但保皇党人却希望由欧洲人统治墨西哥。伊图尔维德的支持者不久察觉到，国会的几名成员正在策划一场阴谋。为了回应这一威胁，伊图尔维德于1822年10月31日解散了国会。尽管伊图尔维德逮捕并监禁了20名前国会成员，但这并没有为墨西哥带来和平。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伊图尔维德废除了殖民时代的一些税收。伊图尔维德很快就因无力支付军饷而减弱了他的联盟基础。当他征收40%的财产税时，伊图尔维德的战友圣安娜公开呼吁恢复旧的制宪议会，这得到了起义军将领维森特·格雷罗和尼古拉斯·布拉沃将军的支持。伊图尔维德见两位将领投奔到叛军门下，于是伊图尔维德派他最信任的门生埃查瓦里前去平叛。不久，埃查瓦里背叛了伊图尔维德。圣安娜与布拉沃、埃查瓦里和格雷罗随后宣布了卡萨马塔计划。该计划要求建立新国会，并呼吁在新的国会成立之前赋予各省自治权。1823年，现在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宣布脱离墨西哥，成立中美洲联合省。伊图尔维德认识到，尽管他的临时军政府正在努力召集新国会，但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卡萨马塔计划。尽管共和运动取得了胜利，但人民仍然高度尊重并非常钦佩伊图尔维德。伊图尔维德在流亡意大利期间，一个天主教国家联盟找到伊图尔维德，希望他能够帮助西班牙重新征服墨西哥。在遭到拒绝后，西班牙向伊图尔维德所居住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施压，伊图尔维德被迫流亡到英国。在此期间，墨西哥国会宣布，如果伊图尔维德再次踏上墨西哥的土地，他就会被判处死刑。当时，伊图尔维德并不知道这项惩罚。当伊图尔维德听闻西班牙可能会对墨西哥发动吞并战争后，伊图尔维德向墨西哥城的国会传话，表示如果西班牙发动进攻，他将为国会效力。墨西哥国会对此却置若罔闻。墨西哥保守派之后说服了伊图尔维德回国。当伊图尔维德回到墨西哥后，他很快就遭到了逮捕。伊图尔维德被处决14年后，墨西哥国会才恢复了他的名誉。墨西哥第一帝国覆灭数月后，墨西哥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宣布成立共和国。1824年10月，前西班牙议会墨西哥代表阿里斯佩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公布了墨西哥新的宪法。第一次总统选举在宪法颁布的同一周举行，三巨头之一的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当选为墨西哥第一共和国首任总统。作为新共和国的总统，维多利亚负责重建因长期独立战争和西班牙王室的经济封锁而遭到破坏的经济。英国知道维多利亚的困境，于是说服他接受2笔贷款。因参与该计划的一家英国银行于1827年倒闭，墨西哥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此时，针对留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保守派公布了驱逐计划。1828年总统选举之后，保守派候选人戈麦斯·佩德拉萨获胜，但自由派候选人维森特·格雷罗的支持者拒绝承认选举结果。2周后，作为战略要地维拉克鲁斯州的州长圣安娜在无法说服州议会支持格雷罗后，圣安娜辞去州长一职，率领800名效忠他的士兵攻占了佩罗特要塞。他在那里宣布格雷罗为墨西哥新任总统。不久，格雷罗的支持者攻占了墨西哥城的军械库。在经历数日战斗后，当选总统的戈麦斯·佩德拉萨被迫逃亡到英国。随着戈麦斯·佩德拉萨的辞职，格雷罗于1829年4月1日就职为墨西哥总统。格雷罗担任总统期间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废除了墨西哥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制。在格雷罗担任总统期间，西班牙试图重新征服墨西哥，但在坦皮科战役中被圣安娜率领的军队击败。格雷罗被赋予了危机应对的紧急权力，但在危机平息后，他却不肯放弃被赋予的特殊权力。1829年12月4日，墨西哥副总统布斯塔曼特以反对格雷罗的紧急权力为借口，发动了叛乱。
就在格雷罗离开首都前往南方作战时，墨西哥城驻军于1829年12月17日宣布解除格雷罗的职务。不久，格雷罗被叛徒出卖，尽管有人恳求饶他一命，格雷罗还是遭遇了枪决。格雷罗的死在反对派中引起轩然大波，在自由党反对派的支持下，圣安娜发动了起义。1833年，墨西哥举行了新一届的总统选举，在此次选举中，圣安娜赢得了总统职务。历史学家经常将墨西哥独立后的30年称为圣安娜时代，许多墨西哥人将她评为至今仍是墨西哥黑色万神殿中辜负国家的首要人物。圣安娜虽然获得了总统头衔，但她对执政却不感兴趣。因此，获得大选胜利后，圣安娜将行政权力交给了副总统法里亚斯。当时，墨西哥面临着偿还布斯塔曼特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的责任。戈麦斯·法里亚斯无法削减庞大的军队开支，于是他借鉴了后期波旁改革的经验，将矛头指向罗马天主教会。这引起了墨西哥保守派的担忧。随着舆论转向反对改革，圣安娜被说服重返总统职位。圣安娜随后迫使教会出资来满足墨西哥中央政府的日常需求。1835年1月4日，圣安娜回到她的庄园，任命米格尔·巴拉干为代理总统。在巴拉干主政期间，他试图削弱地方权力，一些州因此公开宣布独立。为了镇压叛乱，圣安娜向北进军，通过残酷的武力夺回了德克萨斯的控制权。圣安娜的远征在人力与物资方面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预期。最终，圣安娜在1836年4月21日的圣哈辛托战役中被休斯顿军队击败。被囚禁3周后，圣安娜以墨西哥总统身份承认了德克萨斯的独立。2年后，圣安娜找到了弥补德克萨斯损失的机会。当时，一位名叫雷蒙特尔的法国糕点师声称，墨西哥官员洗劫了他位于墨西哥城郊区的店铺。墨西哥消息人士称，来自圣安娜政府的官员拒绝赔偿雷蒙特尔提出的损失，法国于是以此为由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圣安娜随后率领墨西哥军队参加了维拉克鲁斯战役。在与法国后卫部队的冲突中，圣安娜的腿部被法军的子弹击中，她的腿被截肢，并以军人最高礼仪安葬。尽管墨西哥最终屈服于法国的要求，但圣安娜利用自己的伤口进行宣传，使自己重新获得总统职务。1842年，圣安娜再次发动对德克萨斯的战争。这次行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却没有带来任何政治利益。当时，尤卡坦州和拉雷多因圣安娜提高了税收而宣布独立。随着怨恨日益高涨，圣安娜于1844年12月逃离了墨西哥城。在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当选的波尔克声称要将墨西哥控制的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变为美国领土。当时，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存在争议，波尔克于是派遣了外交使团前往墨西哥，试图以相当于2023年的7.78亿美元价格购买有争议的领土，但墨西哥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波尔克随后派遣一支由8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穿过争议领土前往格兰德河。墨西哥军队将此解读为一次袭击，并于1846年4月25日击退了美军。波尔克利用此事说服了美国国会对墨西哥宣战。1847年3月9日，美国陆军侵入墨西哥腹地，由于战败，时任墨西哥总统马里亚诺·帕雷德斯被免除了职务。帕雷德斯下台2天后，圣安娜写信给墨西哥新政府，表示愿意为国效力。尽管圣安娜作为战术家有很多缺点，但她成功拖延了美国进军的步伐。由于墨西哥内部的不团结，美军最终于1847年9月攻占了墨西哥城。波尔克的谈判代表之后，迫使墨西哥将55%的领土割让给美国。美墨战争结束后，圣安娜流亡到了牙买加。由于墨西哥发生了持续的金融危机，保守党于是发动政变，赢回了圣安娜。圣安娜重新掌权后，因美国想要修建一条从希拉河通往南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圣安娜于1853年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加兹登地带卖给了美国。领土的丧失引发了墨西哥人的愤怒，这为自由党驱逐圣安娜创造了条件。1861年7月，为应对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通过了暂停偿还外债的法案。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为了追讨墨西哥所欠下的债务，派海军占领了墨西哥港口城市维拉克鲁斯。
当时，法国君主拿破仑三世意图推翻墨西哥共和国。当西班牙和英国意识到法国的真实意图后，他们放弃了远征。法国军队于是单独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墨西哥保守派认识到与侵略者合作有利于重新掌控大权，于是许多保守派将军加入了法国阵营。1863年6月，墨西哥城被法军攻陷。随后，在法国的指导下，墨西哥决定建立君主制。1863年7月，应法国邀请，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利安继承了墨西哥王位。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法国对墨西哥的第二次干涉。虽然法国军队控制了墨西哥中部，但墨西哥共和国的支持者继续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反抗。随着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迫于美国的压力，拿破仑三世于1866年开始从墨西哥撤军。尽管军事形势日益严峻，马克西米利安还是在法国军队撤离后留在了墨西哥。不久，他被墨西哥共和军抓获。1867年6月19日，马克西米利安被枪决，这标志着第二墨西哥帝国的终结。墨西哥并未因此迎来和平，直到波菲里奥·迪亚斯于1876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墨西哥才恢复秩序。迪亚斯是墨西哥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和他的盟友是一群被称为科学家的技术官僚，他们的经济政策使土地寡头集团与外国投资者受益。在科学家派的努力下，墨西哥成了世界主要产银国。当时，迪亚斯希望农业能进入国际市场，以此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曾经说过：“倒霉的墨西哥，离美国如此的近，而离上帝又如此的远。”为了建立大农场，迪亚斯政府大量掠夺墨西哥农民的土地。无论是印第安公社的公有土地，还是农民们世代耕种的土地，由于无法提供合乎法律手续的证据，迪亚斯借机将其转移给了亲信。土地的兼并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墨西哥1/5的土地集中在17个人手中。大庄园主的巧取豪夺与农民的破产，严重地破坏了墨西哥的农业。但迪亚斯只关心手中的权力。他曾说：“一只口袋里不能同时装2只猫。”1909年，迪亚斯向美国记者假惺惺地说，他将给予墨西哥人民自由与民主。以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为首的民主势力借此谈话开展了斗争。美国政府因迪亚斯靠拢英国与美国搞平衡，颇为不快。迪亚斯又在租借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马加雷纳港和美国讨厌的尼加拉瓜总统塞拉亚在墨西哥避难问题上得罪了美国。美国于是允许墨西哥革命者在美国活动。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军公开支持马德罗。最终，迪亚斯被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推翻。迪亚斯政权灭亡后，马德罗就任为墨西哥新任总统。马德罗上任后，因未能兑现土地改革的承诺，引发了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萨帕塔的不满。马德罗的支持者奥罗斯科也因改革步伐缓慢，而在墨西哥北方发动了起义。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害怕墨西哥内战会影响到美国的商业利益，于是转而反对马德罗。当威尔塔指挥的墨西哥联邦军队与迪亚斯侄子费利克斯率领的起义军在墨西哥城发生冲突后，在美国大使调停下，双方商定共同反对马德罗。根据签署的所谓大使馆计划，墨西哥新任总统由维尔塔出任。维尔塔就任总统的第2天，马德罗被捕，数日后，马德罗被暗杀。不久，在墨西哥北方，反对维尔塔专横统治的革命派结成同盟，他们要求维尔塔辞职。1914年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几个美国水兵在墨西哥边境被扣留1个半小时为借口，派遣军舰侵入墨西哥海域，占领了维拉克鲁斯港。其后，墨西哥城遭遇起义军合围。8月20日，墨西哥革命的著名领袖卡兰萨自行宣布就任墨西哥总统，这招致了起义军将领比利亚的反对。其后，为了结束两人的冲突，起义军选举尤拉利奥·古铁雷斯为临时总统。卡兰萨不甘心失败，他与奥夫雷贡结成同盟，比利亚则选择支持古铁雷斯。1915年4月，卡兰萨在击败比利亚后，再次出任了墨西哥总统。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卡兰萨于1919年暗杀了萨帕塔。当卡兰萨于1920年企图破坏索拉诺的铁路工人罢工时，反对他的浪潮达到顶点。他在5月21日企图逃跑时遭遇到刺杀。在之后举行的选举中，
奥夫雷贡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墨西哥总统，这标志着长达10年的墨西哥内战的结束。奥布雷贡担任总统期间，明确了墨西哥政府和美国石油利益的权利，因此墨西哥政府获得了美国的外交承认。1924年，奥布雷贡指定卡列斯为继任者。时任墨西哥财政部长德拉维尔塔对这一安排表示不满，德拉维尔塔随后发动了叛乱。在哈里斯科州奥科特兰的决定性战役中，奥布雷贡通过美国提供的武器粉碎了叛军。叛乱镇压后，奥夫雷贡将总统职位让给了卡列斯。尽管卡列斯名义上是总统，但他仍然处在奥夫雷贡的阴影之下。卡列斯在总统任期的前2年，他遵循了奥布雷贡的模式，实施了多项改革，使工人和农民受益。在他总统任期的后2年，他采取行动执行1917年宪法中的反教权条款。1926年下半年，卡列斯下令关闭哈里斯科州及周边地区的所有教堂，此举加剧了他与神职人员的紧张关系。1927年1月1日，天主教徒发出了“基督王万岁”的战斗口号。其后，在美国大使的调停下，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这场冲突削弱了卡列斯的政治实力，为奥夫雷贡在1928年大选中重返总统职位铺平了道路。作为卡列斯的盟友，奥布雷贡被天主教徒所憎恨，奥夫雷贡不久就遭遇到暗杀。为了解决权力真空问题，包括卡列斯在内的将领们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了一个全国性政党，这就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前身。1928年9月，墨西哥国会选择波特斯·吉尔担任临时总统，卡列斯成为这一时期总统职位背后的力量。1934年，卡列斯亲手挑选卡德纳斯接任总统职位，后者成功团结了革命制度党内的不同力量，这引发了卡列斯的不满。卡列斯于1935年发动了政变，同年12月22日。墨西哥城10几万人在总统府前要求把阴谋政变的罪魁祸首卡列斯送交法庭审判。卡德纳斯在得到群众支持后，将卡列斯放逐到了德克萨斯。为了应对大萧条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卡德纳斯其后推出了一系列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改革措施。剑桥拉丁美洲史评价就政治表现和总统的个人威信而言，对石油工业的没收是卡德纳斯执政年代的高峰。卡德纳斯于1940年11月30日总统任期届满后，卡马乔当选为墨西哥新任总统。卡马乔的政府完成了从军事领导到文职领导的过渡。1946年1月，他将墨西哥革命党更名为革命制度党。在卡马乔任期内，墨西哥遭遇了德国潜艇的攻击，2艘运油船在墨西哥湾沉没后，卡马乔做出了向轴心国宣战的决定。第2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墨西哥工业的发展，在1940年至1945年间，墨西哥工业每年以大约10%的速度增长。尽管墨西哥参加战争的时间很短，但墨西哥属于战胜国，因此获得了参加战后国际会议的权利。1945年，墨西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946年卡马乔任期结束后，墨西哥政府在总统米格尔·阿莱曼的领导下转向右翼，在经济方面变得更加保守。尽管墨西哥在2战后近30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相对繁荣，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忽略了穷苦大众的生活。1960年代开始，墨西哥逐渐成为向美国走私毒品的中转地，这导致了墨西哥国内治安的严重恶化，这严重拖累了墨西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情况开始变得严峻。当时总统波蒂略决定利用新发现的石油储备为墨西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波蒂略政府开采和销售了大量石油，并利用其预计的石油收入作为抵押，为工业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提供1000亿美元的贷款。然而，当1982年油价暴跌时，墨西哥发现它无法偿还债务。其后，墨西哥被迫放弃国有工业和国家贸易壁垒，成为美国主导的北美集团的一部分。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几个小时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未能有效处理地区性问题，而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发动了起义。2个月后，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被杀害。同年年底，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这触发了墨西哥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997年6月，革命制度党在众议院丧失绝对优势。
2000年，由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推举的候选人维森特·福克斯当选为新任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执政期间，因在国会的少数派地位，他在打击腐败与减少贫困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006年，维森特·福克斯任期结束后，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卡尔德隆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他就任总统10天后，发动了对墨西哥毒枭的战争。迄今为止，这场冲突已导致数万名墨西哥人死亡。2012年7月1日，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佩尼亚·涅托以变革为竞选纲领，赢得了总统职位。在他执政的头4年里，涅托放开了墨西哥的能源部门，并实现了该国金融监管的现代化。然而，随着墨西哥腐败、毒品交易的增多，历史上对他总统任期的评价多为负面。由于佩尼亚·涅托政府缺乏建树，革命制度党在2018年墨西哥大选中获得了历史最低的得票率。2018年7月，由国家复兴运动党、社会共识党和劳动党组成的我们共同创造历史联盟推举的候选人洛佩斯·奥弗拉多尔获得总统职位后，他呼吁采取拥抱而不是开枪的政策来处理墨西哥贩毒集团。墨西哥的暴力事件并未因此而减少。2024年，洛佩斯·奥弗拉多尔的政治继任者克劳迪亚·希恩鲍姆在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后，她成为了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